朋友们，想必这句话大家常常听到，那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可以说，情执呢是困住众生最深的一道枷锁，即便境界很高的人，也容易在情关上翻车。你看自古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，为情所困、为爱殉情等等太多了。因为人生来就有七情六欲，自然婚姻情感的烦恼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众生，所以才会有爱别离苦。而我们又刚好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，有爱就会有不爱，在一起必然就会存在分开。所以想要摆脱婚姻情感的烦恼，唯有真正看破它的本质，跨过情关这道坎，不然即使现在和谐也只是一时的，矛盾与纠缠依旧会循环上演。你看那些越是在情感中执着的人，反而越不顺，因为你失去了自我，随时都会被他人的一举一动掌控。这就是规律，即使表面看起来还不错，反过来讲，只有破了情关，无论跟谁相处都会和谐。为什么情关很难看破？因为它本身就套着爱的外衣，让人误以为它是爱的显化。起初因缘际会，两个小我的情欲心就对对方产生了幻想，然后因为彼此美好的幻想投射而结合。由于彼此都不曾了解，所以怎么看都是好的，也就是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比如当你疯狂迷恋某个人时，精神上离不开他，并带上了一层浓厚的好感滤镜，但随着慢慢相处下来，就会有差距和对比，幻想逐渐破灭，因为现实的他与当初幻想的那个标准不吻合了，所以会感觉对方变了，进而产生失落、恼怒等情绪，滋生各种问题，直至分手或离开。比如你总会说，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人，其实他一直是这样子，谁都没变，你还是你，他还是他，变的只是头脑的幻想投射。你之所以会在分手和继续当中无限徘徊，无法做出决定，其实并不是所谓的有多爱对方，更多的是需求上的匹配，这不过是欲望的推动罢了。你爱的只是自己的标准，你不爱了也是自己的标准，爱来爱去都是在爱自己加在他人身上的标准，也就是在爱自己，这就是假我之爱。说到底，这种所谓的爱情就是与自我的标准谈恋爱。最典型的就是你符合我的标准我就爱，不符合了就一拍两散。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？下面我给出2个选项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第一，我爱你，我爱的这个你是专一的、浪漫的、善良的，愿意为我付出的你。第二，我爱你，我爱的这个你是背叛的、不冷不热的、自私的你。这2个选项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一，因为他们定义了专一的、心动的、双向奔赴才是爱情，而另一个不是。所以请你认真分析一下这里面的区别。我爱的是你，还是爱的那些形容词呢？如果真的爱你，那什么样的你不是你呢？我都爱，那这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了，因为2个都一样，反正都是你。但是如果只选择第一个，那是不是说明你只爱中间的形容词？后面那个你即使换作任何人，只要他能做到那些词的定义，你就爱呢？所以你爱的只是那些词的定义和标准而已，这都是你自己大脑里定义分别出来的。所谓爱情，不过追求的是自己心里对爱情的一个定义，一个执念。至于对方是谁根本不重要，只要他能满足我对爱情的定义，那么他就是对的人。达到我的标准我就爱，达不到我就不爱。
如果你试图掌控给对方附加一些他做不到的标准，或给予对方自我感动时的好，但他的习气不允许他接受，那他一定会逃避、对抗、疏离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就会有疑问了：那种样样都合心意的人存在吗？这个答案其实很显然，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即便存在，也是在某个刹那间，对方所呈现的像和你那一时心中的标准符合。所以就会有一个典型的现象：刚谈恋爱的人哪看着都顺眼，热恋期一过就各种争吵分手，因为我们的念头、标准、欲望时刻都在变。除非对方是机器人，能随时跟你大脑同步链接，否则绝对不可能。很多人向往的所谓永恒不变的爱情，在这个世间根本没有，除非觉悟自己成为了爱。所以找伴侣要找人品好的，不要被情欲冲昏头脑，用错误的幻觉给对方过度的镀金加滤镜。外在的皮肉、财富、权势随时都在改变，不要被外在所迷，长久相处看人品。要知道，没有觉醒前，就是两个内在没有长大的小我，带着各种创伤匮乏而相结合。这样的幸福绝对是偶然的，因为匮乏，所以会索取、计较，分开后又很难受、不甘心，又把这种匮乏感投射到对方身上，从头到尾都是在爱小我。很多人都会问：为什么我会遇到他？为什么他要欺骗我？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感困惑，其实不过是你的妄念，这也是你的因果。你完全不需要去抵抗自己的因果，因一旦种下，等到生根发芽时，结果一定会到来。就好比你用力地拍打了桌子，那个力一定会反射到你手上一样。你过去给对方造成不好的感受或者伤害，其实潜移默化中就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迟早有一天会反弹回来，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作用时间不同。所以不用懊恼为什么老天这样对你。所谓的什么情债，不过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罢了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苦情之人屡屡被骗的原因，因为你爱的只是你心里的执念，那现实就必将显化一堵墙，让你撞得头破血流，来让你看清真相。所以不管我们这一辈子婚姻怎么样，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接受，让你先学会接受，但并不是让你认命，因为你只有学会了接受，你才会知道怎么改变。因为在你的心里，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关系，那你就会用错误的方法去改变。而当你觉知到你婚姻关系的不和谐，并且你可以承认和接纳这种不和谐时，通过你的觉知，你临在当下的意识就会产生，然后随之而来的你们的这种不和谐，便会在无形之中开始发生转化。当你觉知到自己变得不平和，那这份觉知就会帮助你创造出一个安静的空间，然后它会用爱和临在的力量去转化这些不平衡，从而将你的不平衡转化为平静，让你成为一个安静的观察者。这种觉知不会否认痛苦，但是它会超越痛苦，会允许痛苦的存在，并且同时转化痛苦。闭上眼，用心去体会一下，允许并且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然后转化每一件事，这样你就成功地守住了当下。如果你每次都可以这样做，那么你的伴侣也会在无形之中受到引导和影响，随之发生转化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先明白其中的原理，再去改变。但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原理，那即便我告诉你千万种方法，对你来说都是无效的，因为你压根就不会去做。这就是信即有。当我们完全接纳了婚姻的种种显象，允许对方做自己，
对方本来就如此。随着内在执着的习气减少，你的心就越来越清净，逐渐以往看不惯的也能看惯，爱较真的地方也觉得没啥。自然而然的，你和你的伴侣就不会再反映彼此的痛苦，不再满足你们互相依赖上瘾的小我需求，而是开始反映彼此内在深层的爱。这份爱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与万物一体的慈悲之心，这样夫妻关系也就越来越和谐。所以何为真爱？就是我爱月亮与月亮的光芒无关，它忽明忽暗我都爱，他知不知道我爱他都没关系，他的存在足以滋养我，我不会要求他如太阳般耀眼，他做他本来的样子即可，更不会非要把它摘下来，如此才能长久，否则那只是一种匮乏的向外投射。当然，人人都具备恶的习气惯性，而且这种会容易因欲望被激发，你不爆发也就刺激不到对方的恶习，彼此安好。可若是对方爆发，你因为修行之后恶习减少，就会云淡风轻，看对方就如小孩般撒娇，反而会很耐心地陪伴、理解、包容。渐渐的，无论对方如何，你都会觉得可爱的时候，那你就成为了觉者，也就成为了真爱，不会再想控制谁，但谁也离不开你，因为你的智慧、通透、豁达，这种高能量状态可以让人如沐春风，祝福成德，领妻行道，创造幸福。这也就刚好破了婚姻的相，超越了婚姻的定义。还有要搞清楚的一点，就是当你自己开始从婚姻痛苦之中解放出来，而你的伴侣却没有时，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巨大的挑战和功课是他的，而不是你的。因为对他来说，与一个高维的有意识的人相处并不容易，他的惯性和小我会随时感受到巨大的威胁，小我本身就需要不断地去制造各种问题和冲突，因为它就是依赖于这些东西才能存在的。请允许对方在你之后有一个转化的过程，并且给对方一些时间。好，听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看到了婚姻的本质，不过是两人因果业力的牵引，以婚姻的形式提供彼此灵性成长的机会，这就是婚姻中的空性智慧。当你见到了婚姻的空性，便超越了婚姻，不再被婚姻的各种幻象所影响，也就达到了知幻即离的状态，这样也就能解脱婚姻所带来的种种烦恼。这即是《金刚经》中常说的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